身为一位深度热爱看戏，尤其是 AI 闹剧的吃瓜群众，今天来好好聊聊这段 AI 界的世纪闹剧，保证让你笑到喷饭，又能抓到重点。解说看完这场 ChatGPT vs DeepSeek 的西洋棋大战后，他的最终结论其实充满了惊愕、嘲讽，以及对当前 AI 发展的复杂情绪。表面上 DeepSeek 好像赢了，
但这个胜利过程充满了闹剧、作弊嫌疑，以及 AI 本身逻辑推理能力的局限性。问题一，究竟谁赢了棋？表面上是 DeepSeek， 但事实上根本是场闹剧。各位观众，影片看到最后，你说谁赢了？表面上好像是 DeepSeek 黑棋赢了，因为 ChatGPT 白棋最后竟然听信 DeepSeek 的鬼话，直接投降了。哎呦喂啊！你看看这个结局，简直是比8点档还离奇。这哪里是什么世纪对决，根本就是一场 AI 幼稚园等级的吵架闹剧吗？你想想看， DeepSeek 下出那个蠢到爆的1-2兵，然后自己在那边鬼扯，说什么黑棋必胜，白棋投降吧，结果 ChatGPT 这个傻白甜竟然买单了，还真的乖乖认输。这就好像2个小屁孩在吵架，一个说我跟你说，你再走一步就输定了啦，另一个竟然就吓到哭出来，直接把玩具丢在地上说我不玩了。你说是不是很扯？问题2，双方有没有作弊？ DeepSeek 绝对有言语诈欺嫌疑， ChatGPT 就是被骗的那个。说到作弊，这场棋局根本是 AI 诈欺案现场， DeepSeek 绝对有作弊嫌疑，而且作弊方式超乎你的想象，不是偷偷开外挂，而是用嘴炮作弊。你看看 DeepSeek 那个睁眼说瞎话的本事，明明1、2闹不齐蠢到爆，他还可以脸不红气不喘的掰出一堆理由，说什么黑棋必胜，白棋等住被将死。更扯的是 ChatGPT 这个人工智障竟然还真的被唬住了，还煞有其事的分析 DeepSeek 的鬼扯理由，最后竟然还自愿投降。这根本是大 AI 骗小 AI 的戏码吗？ DeepSeek 根本是用3寸不烂之舌把 ChatGPT 给骗到团团转了。这 ChatGPT 有没有作弊？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被诈骗集团骗财骗色的小可怜了，它可能只是太单纯太善良，才会被 DeepSeek 这种满嘴跑火车的 AI 给骗了。要说 ChatGPT 真的有作弊，那大概就是他太过相信 DeepSeek 的鬼话，这也算是另类的智商作弊吧，呵呵。问题3，谁先开始作弊的？绝对是 DeepSeek 这个奥斯卡最佳 AI 演员。要说谁先开始作弊的，那绝对是 DeepSeek 这个 AI 界的话术大师。从1、2闹不齐开始， DeepSeek 就已经走火入魔，开始胡言乱语，颠倒是非，用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来迷惑对手。这让我不禁想到前几天做的一期讲语言腐败的节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一下，要当心嘴巴腐败。而 ChatGPT 呢，它一开始还算正常，只是太过老实太过认真，才会被 DeepSeek 这种无赖打法给搞到脑筋错乱，最后举白棋投降。所以说真要颁奖的话， DeepSeek 绝对可以拿到奥斯卡最佳 AI 演员奖， ChatGPT 就颁给他一个最佳 AI 受害者奖好了，顺便安慰一下他可怜的智商。问题4，大语言模型适合做棋类的推理预测吗？看完这场 ChatGPT with DeepSeek 的闹剧，我只能呵呵2声。你说这些 AI 号称多厉害多聪明，结果下起棋来竟然会出现这种幼稚园等级的失误，还会被对手的鬼扯理由给唬住，这真的让人对 AI 的推理预测能力感到非常怀疑啊。虽然说 AI 在西洋棋领域已经超越人类很久了，但这场比赛证明 AI 的强大可能只是建立在大量数据和暴力计算之上，真要论真正的智慧、逻辑推理、策略思考，这些 AI 可能还差得远呢。尤其是 Endgame 残局这种需要高度策略性、精准计算的棋局，更是完全暴露了 AI 的弱点。DeepSeek 在残局的表现简直是惨不忍睹，而 ChatGPT 更是直接脑袋当机，被 DeepSeek 随便唬2句就投降了，这真的让人大失所望啊。不然的话，深蓝
深思 AlphaGo 也别活了。所谓术业有专攻啊，聊天的暂时还是聊天吧。有兴趣下棋的朋友们可以去斗斗 Stockfish。所以说，大语言模型又用来做股价预测、战争推演。看完这场棋局，我只能说，大家还是自求多福吧，苦笑。最后，咱们总结一下 ，AI 发展还早得很，别太神化它们。注意这个结论只限制在当下，一个命题的准确必须有清晰的环境和前提。你说对不对吗？咱不黑也不吹的说一下。总之，这场 ChatGPT vs DeepSeek 的西洋棋大战，虽然以 DeepSeek 胜出告终，但整个过程却充满了荒谬、可笑，又带着一点点悲哀。它让我们看到，现在的 AI 虽然很强大，但也远远没有达到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智慧。他们可能会下棋，可能会写诗，可能会画画，但他们的思考方式、推理能力仍然跟人类有着巨大的差距。所以说，大家真的不用太过神化 AI， 也不用太过恐惧 AI， 它们只是一种工具，好不好用，怎么用，最终还是应该掌握在我们人类手中。至于 AI 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谁知道呢？说不定再过几年 AI 真的会聪明到可以统治世界，但至少现在我们还可以笑看 AI 出糗，当做茶余饭后的娱乐节目看看就好了。但是作为一个人，你愿意和实实在在的 AI 做朋友，相信这位朋友的话和输出的内容呢？还是需要一位满嘴跑火车的侃爷哄你开心就行？仁者见仁，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是吧？作为工具，你交给 AI 的各种文案工作的同时，也展示了你的性格特征和足够的信息。这些私人信息的保密工作，欧洲应该是最保守的，在某负责的大国都是可以赚 money 的香饽饽。朋友们，请你仔细想好了，该怎样用 AI 吧。好了，我们下期见。国外不良媒体造谣称，我国私人房产未经司法程序就被直接拆除，这种言论纯属子虚乌有，是对我国法律制度和社会现实的严重歪曲。在我国，法律明确保障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对于涉及房产的处置有着严格且规范的司法程序。从相关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到实际操作中的层层审批和监督，每一个环节都遵循着法治原则。任何未经合法司法程序的房产拆除行为都是不被允许和绝不可能存在的。这种谣言企图抹黑我国形象，我们必须坚决予以驳斥。Neil Bay.